司机伸手拿电话，突然撞到了什么？下车查看是一只鹿，车主没在意，转身走了。然而诡异的一幕发生了，刚才被撞死的鹿竟然奇迹般的站了起来。奇怪的是，他的双眼变成了怪异的白色，而灾难也就从此开始。另一边，一个奇怪的女孩趁着工作人员不注意溜进了列车。工作人员做完最后的检查，列车出发了，一切都是那么的平静。突然，刚才的女孩倒在了坡道中，一个漂亮的乘务员赶紧上去查看。女孩一阵急促的抽搐后就失去了意识。可就在乘务员呼叫支援的时候，她却奇怪的站了起来，一口咬住美女的脖子，骑在乘务员的背上疯狂的撕咬。车厢的乘客还不知道怎么回事，都在诧异的看着，直到乘务员倒下，人们凑近来看，女孩突然又扑向其他人，车厢里瞬间乱作一团，地上的女乘务员也变异了，车厢里充满撕咬声和尖叫声，乘务长跑向出事的车厢，刚打开门就被涌出的人群撞倒，眼前正是已经变异的女同事，她立马站起来转身狂奔，尝试疏散乘客，变异在身后迅速的蔓延，幸存的人们夺路逃跑，变异的人越来越多，正在寻找女儿的男主看到眼前的一幕，他被吓懵了，这时女儿刚从洗手间出来，慌乱中喊着爸爸，赶紧抱起女儿往后面逃跑，身后的丧尸如洪水般涌了过来，男主加速跑过一节车厢，但前方已有乘客变异，他停下了脚步不敢过去，幸好遇到马叔和他怀孕的老婆，及时如仇的马叔勇猛地揪起丧尸，厮打在一起，男主趁机抱着女儿冲了过去，好在马叔是个平雷都带暴击的男人，一把将这家伙塞进了厕所，回头让老婆赶紧去后面的车厢，可没想到刚才救下的男主竟然把门给关上了，将马叔夫妇拦在了门外。女孩看到孕妇的求救，着急的大喊，千钧一发之际，马叔一拳打倒追来的丧尸，强行拉开门，带着老婆挤了过去，成群的丧尸被拦在了门外，他们发现丧尸好像没有意识，不会开门，此时孕妇机智的把报纸贴在玻璃上，挡住了他们的视线，另一边的丧尸居然瞬间安静下来，车厢内的人总算可以松口气了。马叔愤怒的回头质问男主，刚才为什么关门？作为一个常年唯利是图的金融大亨，他心里早已没有了良心，愤怒的马叔就要揍他，但被老婆拦了下来。在暂时安全的这段时间，每个人都在手机上刷新闻，各种流传的是丧尸袭击人类的视频。这时男主电话突然响起，是他的母亲，母亲叮嘱他照顾好孙女后就没了声响，电话里只剩下了声声嘶吼。他明白母亲已经遇害了，还没从悲伤中回过神，列车进站了。可还没等列车停稳，就看到站台上的人已被丧尸围捕，一个男人惊恐地拍打着窗户求救，下一秒就被丧尸扑倒，外面的站台已经尸横遍野，他们目睹了这里的惨剧，车站已经沦陷了。列车上广播响起，列车长说下一站大田站已部署部队，列车只能开往大田站。伴随着人们的恐惧，列车终于来到大田站，可奇怪的是车站空无一人，人们怀着疑虑往出站口走去，从站台到候车室，整个车站都空无一人，显得格外的安静。人们来到出站口，随着电梯的下降，慢慢的看到无数士兵正站在那里，可万万没想到，下面的这些士兵早已成了丧尸，直接朝着人群追来，走在前面的人已经被丧尸淹没。马叔抱起老婆赶紧逃跑。在另一条通道的男主也看见了无数的丧尸，身后的女儿已经陷入危险，男主飞奔过去，但为时已晚。路过的马叔一手击飞，又一次救了女孩。马叔让老婆带着女孩赶紧跑，自己断后。就在男主冲出来时，他被丧尸扑倒，死死的被压在下面，眼看就要被咬，幸好路过的乞丐用衣服蒙住了丧尸，救了男主。马叔大声的喊着男主，反应过来的他赶紧冲了过来，随后跟来的就是一群丧尸。马叔并没有像男主一样把他关在门外，他们和棒球队的学生奋力的抵挡着丧尸，为前面逃跑的人们争取时间。孕妇带着小女孩正朝列车跑来，突然通道的玻璃破裂，丧尸从天而降，一个一个砸了下来，人们被吓得四散逃跑。孕妇带着老人和小孩往反方向跑，但前面也冲过来一群丧尸，他们只能就近找了个车厢爬了进去，在最后时刻关上了门。在另一节车厢，西装大叔怒吼着让列车长赶紧发射，抓着他的领子大喊：过来！ 안 돼요! 내 친구 다 놔! 여기는 사람들을 살아야 될 거 아니야! 안 그래? 灾难揭露出了人性的复杂与丑陋，列车员最终还是同意发车了。虽然是他们阻挡丧尸的进攻，他们奋力狂奔，追赶着已经启动的列车。所幸他们跑得够快，男主和学生终于上了车，可马叔落下了。好在这次男主伸出了手，最后时刻将马叔拉了上来，总算暂时安全了。但刚才上车的老弱妇孺却没那么幸运，慌乱中他们爬上的居然是一节有丧尸的车厢，幸好孕妇机灵，带着众人躲进了洗手间，可惜却来不及关上门。就在这时，马叔拨通了老婆的电话，接电话的却是男主的女儿。从电话中得知，他们被困在了13号车厢的洗手间，外面全是丧尸，危在旦夕，而他们在9号车厢，其他幸存者在15号车厢。男主要救女儿，马叔要救老婆，学生要救女友，他们互相看了一眼，决定杀过去。也就是说，他们要突破6节车厢。在此让人真正明白父爱和爱情的伟大。看着他们坚毅的眼神，我不禁潸然泪下。他们做了简单的防护准备出发，马叔打头阵，男主补刀，学生断后。经过一番危机四伏的恶战，他们来到了11号车厢。这节车厢全是学生的同学，即使对方已经变异，学生依然下不去手。马叔推开学生上前开始进攻，他们拼命往前突进，但渐渐地陷入了危险。就在此时，列车进入隧道，车厢瞬间没了光亮，丧尸突然停止了攻击。原来丧尸在黑暗中是夜盲的。
利用这个弱点，他们成功溜了过去，来到13号车厢。他们已经精疲力尽，但这节车厢有更多的丧尸。好在男主的金融头脑，等再次经过隧道时，他们悄悄地躲在车厢中部，将手机丢在后面，利用手机铃声引开丧尸。他们再趁机溜了过去，终于与家人团聚了。可这里不是久留之地，他们要去大部队那里去。男主通过导航地图发现，接下来列车会经过一条长隧道。15号车厢的女生收到男友的短信，得知他们还生还，欣喜地告诉了其他人。可自私的西装大叔却不愿他们过来。在西装大叔的怂恿下，他们紧紧地关上了门。女生绝望地恳求大家让他们过来，可在场的没有一个人愿意。另一边，一群历经危险的人来到门口，可怎么也打不开门。一群自私的人用衣物锁死了车门，任凭他们呼喊求救，可没人愿意给他们一丝活路。一边是疯狂的丧尸，另一边是自私的人类。马叔用尽全力阻拦着丧尸，就快要撑不住了。他们通过了6节车厢的丧尸，可是现在他们却过不了1节车厢的人性。在僵持中，马叔被咬伤了，看着受伤的丈夫，妻子绝望地流下了眼泪。愤怒的学生疯狂地击打着玻璃，终于打碎了。可就在他们可以逃过来时，那个自私的西装大叔冲上来又关上了下一道门。学生忍痛用胳膊卡住，其他人也冲了上来阻拦学生，他们要夹断他的胳膊。小女孩面对恐怖的丧尸，她没有掉一滴眼泪，可看到这些西装革履的人类，她哭了。也许这些丑恶的人类比丧尸更恐怖。马叔这边的玻璃就要碎了，他快撑不住了，回头请求男主帮忙照顾好他的妻子。성경이 좀 부탁한다. 네가 봐. 가. 빨리 가. 这是一个男人最后的委托，男主答应了，带着孕妇逃跑。马叔仅凭自己的记忆力，死死地拦着他们。他用尽最后一丝力量，拼尽石化前最后一丝意识，为妻子和他人争取多1秒逃跑的时间。另一边，男主和学生拼死推门，终于门被推开了。他把女儿和孕妇拉了过去，就要去救老太太时，却被丧尸扑倒。老人看着姐姐倒下，几乎崩溃。男主只能关上门阻拦丧尸进来。他一拳打倒那个关门的西装大叔。不料他为了洗脱自己的丑恶嘴脸，诬陷男主已经被感染，要把这群刚刚死里逃生的人赶到后面车厢，其他人附和着让他们快滚。男主难以置信地看着这一张张人类的面孔。谩骂声此起彼伏，学生让女友待在这里比较安全。他目睹过这群人的恶行，深深地知道有的人比丧尸更可怕。随后男主一行人无奈地离开了。此时，那位目睹姐姐倒下的老人回头看了看这群自私的人们，起身向车门走去。他拉开了车门，瞬间15号车厢成了新的地狱。渐渐的，声音越来越小，他们知道刚才的车厢已经全成丧尸了。正当众人惊魂未定，列车突然一个急刹，原来前面的路被堵了。列车司机通知乘客必须要换车，说完他就下车开始到处寻找，所幸找到了一个还能开的车头。男主一行也下车寻找车辆。突然，一列着火的车头从远处飞驰而来，撞翻了男主身边的车厢，将几人压在了下面。躲过一劫的情侣只好独自逃亡。而被丧尸围攻的车厢，西装大叔跟列车长躲在洗手间，居然躲过一劫。听到司机换乘的广播，他一把将列车长推了出去。列车长被袭击，他拔腿逃跑，一路狂奔，来到2学生所在车厢，又一次将学生妹推出去挡路。女友被咬了，开始石化。学生抱着女友绝望的痛哭，他没有逃跑，就这样一直抱着自己的心上人，任由他撕咬，将自己变成同类。找到列车的司机这时刚好将列车开出，看到疯狂逃跑的西装大叔，赶紧下车帮忙。结果也被推了出去，然后他起身跑向了行驶的车头。与此同时，被压在车厢下面的男主从昏迷中醒了过来，头顶的车厢里全是丧尸，眼看玻璃就要碎了，他赶紧找到个缝隙钻了出去，随后叫里面的人爬出来，可不远处的一个窗户玻璃已经碎了。就在这时，衣衫褴褛的乞丐上前用身体死死地拦住丧尸，为身后的孕妇和小孩争取时间。灾难面前，外表光鲜的人变得丑陋，衣衫褴褛的人却显得如此歹等。孕妇和小孩终于逃了出去，3人赶紧朝着行驶的车头跑去，身后跟着无数的丧尸，四面八方的丧尸如潮水般涌来。终于赶上了火车，惊魂未定的几人来到驾驶室，没想到里面是已经快要石化的西装大叔。此时的他反倒没了之前的凶狠，而是可怜巴巴的求男主带他回家，说他的妈妈还在等他。没多久他就石化了，在跟男主扭打时，他奔向孕妇。千钧一发之际，男主用自己的手堵住了他的嘴，最后抱着他一起跳下火车。可惜男主被铁链套住爬了回来。看着自己手上的伤口，他知道自己没有时间了，赶紧带着孩子和孕妇来到驾驶室，交代好刹车的位置，随后看着女儿说着最后的告别。女孩哭了，男主撕心裂肺的哭了，但此时的他只能心痛的拉开女儿的手，伤心的跑了出去。他一边跑一边哭着来到车尾。伴随着哭泣，他逐渐石化。在最后的生命里，他想起了女儿刚出生时的美好画面，一切都是他们的美好。夕阳下，他露出了最后的微笑。就在即将石化时，慢慢的跳下了火车。
经过一段漫长的行驶后，得救了女孩和孕妇，终于来到了通往釜山的隧道。这边是把守的士兵，他们分不清隧道里的是不是人类，以防万一，他们只能射杀。此时他们听到了小孩的歌声，确认是幸存的人类。这首歌本来是女儿学了想唱给父亲的，最后为他们留下了生还的希望。他们最终获救了。这部片子是几年前的老片子。